首先呢，我们偏水平更容易减质感，达到绝对的零度，减方形底线。今天带来一款结构感挂耳短发，把爆脖剪得非常的年轻，同时又不丢失质感。所谓与划分线平行，然后再把划分线改变成45度减45度的重堆积，以不破坏外线，找到90度做参考，经典的堆积。注意看一下，次分区呢是一点放射低于45度以内，偏水平，更容易建立亮感，更容易体现质感。逐渐一点放射都是小于45度的划分线定点，所以呢，注意好我们手与划分线平行就可以了。然后直至剪到我们这片的矮点，等于呢我们先剪了一个方形的线条 A 技术，再以不破坏外线剪了一个方堆积。因为 model 脖颈呢还是比较偏细的，在功能性上面有增宽的作用，更能体现它骨感的脸型。另外一边呢，用同样的方法进行修剪。那剪这种质感类的呢，我们建议大家都是能剪连接必须连接，所以我上区的亮感区呢，等于话是以静态区的导线去做参考，这样的一个亮感就比较偏下，所以整体的感觉呢会比较的稳重、知性、优雅。次分区呢都是一点放射后高前低，这样发角比较窄的更容易变宽，使其平衡。整个静态区呢都是剪出这样比较有稳定性的质感类，然后再到亮感区，去划分线改变成75度，注意看好，低于垂直，高于75度，再剪轻堆积，以底下的导线45度、60、75度逐渐往上延伸，这是90度，必须低于90度堆积，这样就等于由外部堆积变成内部堆积，同时连接质感更好，同时不会有重量线，所以这个长度非常重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底下第一刀水平减 A， 45度减45度堆积，75度划分线减75度堆积，所以等于3个技术叠加并且连接。因为今天体现质感，同时还原度更高。逐渐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有多点斜向前75度进行修剪。因为这个内部堆积呢，其实就是在不断磨圆的过程，也就是你的切口剪得越短，出来的形体柔和度就会越高，切忌贪刀。剪到这一片呢，都是亮感区，以后区底下的静态区做导线的，这样更能控制。注意张力一定要均匀轻。再到静态区前发的时候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我用横向一片发片拨出来，这都是底下的发际线。如果我们想要质感呢，一定要降到0度。但今天我是前虚后实，接下来以后区的导线检查的时候呢，是一个圆形，以后区的导线看清楚，我们没有降到45度、75度进行修剪。这样剪完之后呢，外线就会缺掉，因为我需要今天缺掉。刚才强调过，就是前虚后实，看一下缺掉了底线，逐渐运行的轨迹还是75度划分线，多点放射向前，没有降到0度，看清楚。所以这个是经典堆积，相当于更重，这个就轻，所以就是外线就会虚掉，同时也会长出来。大家注意看一下，最后一片往后靠一点。侧去看的时候呢，这个角就会老气，同时达到虚的外线，再斜向后，根据脸基线保留侧角点的长度磨圆掉，还是75度磨圆。这样做的好处，大家注意看一下，后面往前带，保留后面的长度，同时保留后面的结构，形成头发后高前低往前包裹，然后往后包裹，同时又可以挂耳，这样呢形成视觉连接，后面的饱满度同时获得。另外一边呢，同时进行修剪。我们这边呢顺手为更好修剪，在技术上面的控制呢，只有一边长一边短，一边重一边轻，这样的一个过渡呢，大家多练习就可以。大家习惯于剪这边，其实两边都是一样，进行多点放射。我们简单的复盘一下，也就是水平更容易减质感，垂直更容易减柔和度，斜线更容易减流向。所以这一片呢依然是75度，看好我的手位也是75度，切口75度，这样剪完过了矮点这片就会虚掉，就是前虚后实。再把这个问题体现一遍，还是用斜向后再把它磨掉。那这样的处理呢，就是用结构去做到了向前也包裹，向后也包裹，同时呢夹在耳朵后面呢不会很堵。如果剪重的外线，经典的外线就会堵住，所以用结构处理好更加的科学。动感区看清楚，
大于90度，以后面的导线做连接，由 B 到 C 进行一个反曲线，创造最大的动感，且能保留前面的长度，并且体现质感是 B 到 C 连接的。最后一片要割掉主分区，进行静态区连接，这样保留了前面的长度，同时获得了腰部的亮感，动感区有很强的动感，底线有很强的质感，相当于上中下就是 CBA 过渡上去，整个动感区都是一点放射。因为长的刘海呢，可能体现更强的一个女人味 ，model 非常能驾驭。在直播间的时候，大家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细节处理。我们整个头发吹干之后呢，在直播间没有进行一刀的修饰，然后我们自然吹干之后，大家看一下后面一点重量线没有，这是后面的一个展示。侧区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包发式吹干之后呢，可以挂在耳朵后面形成视觉。动感区呢，我们把发尾带了一下。然后体现质感，更好的体现今天的结构状态。动感区有动感，亮感区有亮感，挂耳非常服帖，不会堵。然后动感区是移动反曲线，所以保留长度还可以往后拨。如果剪定点反曲线就不行，所以形成保留前面刘海的长度，往后走，同时又可以挂耳，形成双的流向。最后留了一撮没剪。这是最后的成品，体现一下这款发型呢，希望每个人都会剪，一起加油。